迪哥与娜妹。我在爱尔兰，我英文一直退步，然后我的广东话的听力越来越好，因为我身边太多讲广东话的人。你看，就是你在哪个国家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环境。就像你在台湾也是很多有钱人家的小孩是从会讲话就丢国际学校，在学校都讲英文，他们的英文也是跟 native 一样溜可是他们身边的人其实都不是母语人士。这个我非常有共感，是虽然我人在英国，但是我在印度人的圈子里面，所以我反而是印度腔的那个听读人能力变好。完蛋了懂得 tell me what to do Tell me what to do Tell me what to do 然后那个头还摇一下。我可以跟你分享他们，我不会学他们口音，但是我知道我有关注他们文法上面的那个通信。你小心一点发言哦没关系，我那个免死金牌，因为我就当地认识很多印度人，然后他们都说我可以开玩笑。你确定不是跟这个老板说没关系，你上班可以做自己的事一样，就是背后可能有某一种含义I don't know， 不会吧？我认识印度人都很好，但我觉得这是无聊冷知识，大家听听就好，不有趣可以剪掉。但我觉得这是很惊人的发现，因为大家在讲印度腔只会注意到他们的那个腔调，但其实印度有很多的省份跟不同的文化，他们的腔调不太一样。像北印的人的英文印度腔跟南印的人的英文印度腔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彼此之间是会听不懂的，就一样都讲英文哦，很像东德人跟西德人是有点互相听不懂对方的德文这样。对，但是有一些共通点，不管他是来自印度哪里，他们都是这样。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 Hindi 这个语言有关。就是他们的 V 跟 W 会互换。例如说他们常常讲他们是那个 veggie， 我就想说 veggie 是什么东西，然后原来他们在讲的是 veggie， 就是他们是 vegetarian。但都讲 veggie， 就是 V 都变成 W， 然后 W 的发音就变 V， 所以我常常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后来懂了。然后文法上的话，他们很常讲那个，他们每次都在句尾加一个 only 或者是 also。例如说我只跟你讲，他们就会讲 I told you only， 或者 I told you yesterday only。就是他们有一个他们当地的说法，有点像新马那边的中文跟英文也会有很奇怪的用法这样是，印度还有就是后面放 only 啊 also 啊，然后外带会讲 parcel。 你指的 parcel 是包裹吗？对，就是例如说你在餐厅吃饭有吃剩，那你可能要 take away， 他们就会讲 excuse me parcel， 然后他就会帮你打包走。他们觉得打包是 parcel， 就是像把食物当包裹一样包起来送出去。可能是这样，没错，就觉得很触鼻。可是你刚到印度，你本人刚出现在印度这个国土上的时候，你有觉得听得懂他们的英文吗？其实可以因为我觉得一般工程师可能英文不太好，但是工程师的那个印度腔辨识能力一定好，因为你看的各种科技文件的那个教学影片全部都是印度人，不管是 Google、Amazon 还是他们的 tutorial always 都是印度人，然后有印度腔你太认真了，我相信我身边有一堆工程师压根就是什么都听不懂开字幕，无情开字幕。我自己当初去德国当交换学生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线上上课，老师的分组是用系统随便分的，然后有时候老师分组很突然，他是突然想要临时起意一个议题，然后就叫我们分组讨论5分钟，然后等一下给他答案，他就会说 OK 那我们现在来分组，他就按一个钮，然后我那时候都会超害怕，因为我有几门课班上很多印度同学，他们其实在讲话的时候我完全一个字都听不懂然后呢某一次被打散的时候，就我们那组有一个印度同学，他直接说，就是直接叫我的名字要跟我对话，就是讨论一个东西，然后他讲完一段之后，我超级不好意思的说，就是 sorry 你可以再 repeat 一次吗？他又再讲一遍之后，我超尴尬的说对不起我听力不好真的听不懂，然后后来是另外一个别的欧洲国家的同学帮我重讲了一次，我觉得超尴尬，因为我觉得说虽然怎么讲，我在爱尔兰也是有遇到一些印度人在这边工作，有一次我们家附近的邮局也有，然后我就说我要寄个包裹，他就突然问了我一串话，可是我只 get 到关键字，然后我就说 sorry 请他 repeat 一次这样他就直接好像很简短的回我 no more or fast， 然后我就说no more， 但他可能就是用一个充满印度腔的英文，然后很快速的讲了一句说你要不要限时挂号，但是我完全听不到你看我跟印度人讲话压力有多大，但是你女朋友的英文很好就听不出来是个印度腔这样。因为他在英国待2年，他变成说讲话没有印度腔，但他的文法还是很印度，
然后他印度腔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现出原形。我觉得任何语言的那个第二外语者都是一样，不管你再怎么优秀，再怎么溜，你在吵架的时候就原形毕露。你会不小心在用英文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突然喊了一句忍不住要说出来。不会，我不会骂脏话，不会。那还挺好的，情绪控管不错，没有爆出那个本能反应。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不会吵架，所以没有这个肌肉记忆。其实我连中文都不会跟人家吵架。你有过发脾气的时候情绪化的骂别人过吗？没有哇，你好淡定。就是我同事跟合伙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们看出来我不耐烦，但是从来没有生气骂别人过。但他们说我有一个很烦的一个动作叫做哈气。你说你会对，就是谁提了出一个那个很蠢的 idea 或者什么馊主意的时候，我觉得深吸一口气，然后沉默3秒，然后他们就知道他们这样做不行然后他们就觉得压力很大。这叫什么？攻击性不强，但是羞辱性极高。是这样吗？是。虽然你没有讲任何事，可是这个反应感觉比那些字还要有力道。对啊，他们可能宁可你跟我吵，但是不要把我当白痴。宁可你就是直截了当的 judge 我，也不要默默的叹一口气，好像我连讲都不想讲。你就是烂到我不想讲。Diego 敌之哈气，当我这个起手式，他们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你得到这个反馈之后，你有试着就是之后要隐藏一些自己的肢体反应吗？还是没有？你就很enjoy这种我叹一口气，大家就知道你刚刚的提案烂透了。没有，我觉得这是生理直觉反应，我这个改不掉。就因为我的脑袋需要 process， 就是说好这个主意烂透了，有可能我觉得烂透，但它并不是真的烂透了，所以不管再怎么烂，我都是要 processing 一下，反思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好还是不好。你这需要有一个人辅助你，就是你可以跟一个人说我想要戒掉叹气这个反应动作。一旦你在办公室看到我叹气的时候，你就拿苍蝇拍打我的脸。你就有那个处罚机制，久了就知道不可以做这件事，会被苍蝇拍打脸。不行，这样老板会太猛，老板还是要一点那个就是煞气在，不然 no one take you serious。不一定啊，如果你看就跟你的笑话一样，你要走一个小众的路线，不要走这个主流的方式，搞不好就有那种反差萌，大家就觉得这老板超赞。然后你知道川普他有那个印度腔英文翻译员吗？我知道，就是请一个人帮你翻译英文为英文。我觉得我很需要，这也是完全听不懂，崩溃。我不知道正统的英国当地长大的人跟美国当地长大的人，美国那么大，他们可能腔也是差很多。我很好奇，人家都说爱尔兰是一个讲英文超级无敌奇怪的国家，就网络上也是会有一些影片，就是有一些爱尔兰的拳击手啊，或者是一些爱尔兰的名人，他们私底下讲英文是完全没有逻辑跟腔调很重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有看人家截了一个片段，是英语母语人士可能也听不懂，我真的重播了那一段 N 次哦，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还有那种网络上的影片，是有爱尔兰的年轻情侣在公车上吵架，然后他们被侧拍是因为路人就说天哪，就是他们情侣吵起架来的英文是你听都听不懂的。所以我有时候都在想，我在这边待久就想说，有时候是我听不懂当地人讲话，还是说其实他们的腔调真的很重。但我也没有很常去英国，也没去过美国，就现在无法考证这件事。对，是英国有些腔调也是很难懂，我想可能比爱尔兰好哦，毕竟大家有在追求英国腔，可是没有人追求爱尔兰腔。是这样没错。对，但是关于这个历史纠葛的部分呢，你要说爱尔兰跟英国也是有一些渊源的，不好说。那也听得懂新加坡腔吗？他们混这些中文的时候，也许我可以理解，这是中文的部分懂，就是有一些中文词可以推敲，对，但绝对不是英文的部分。他们很多时候会用中文的方式去讲英文。就好，我讲一个文化冲击的部分。我以为台湾人是特有礼貌的一个种族，因为我们很常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要连起来讲不好意思跟对不起嘛。但是我很常被外国人说我很失礼。然后其实在英国或者是爱尔兰，他们很喜欢 small talk，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去 Subway 或哪里，你在跟他点餐的时候会先跟他嘘寒问暖一下，就 Hi how are you good，
然后可能还会扯一下 weather 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你真的实际要点的时候，可能在台湾就是我要一个卤肉饭，甚至台湾可能也不用构成句子，就卤肉饭一碗，这样就好。在那边的话，就是要很客气的讲 ，Hello， may I have a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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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please， 就会把原本一个可以很简短就讲完的字句，然后就把它拉得非常非常的长，就觉得很痛苦。我觉得这个是语言适应的问题耶，因为我刚刚想象了一下，因为在爱尔兰这边大家会讲的是，大家不会用 could I, would I, would you like， 就是我觉得是可以用，他们听得懂，可是可能跟像我们在台湾我们讲话其实对别人也不会这么正式，很奇怪，所以你会听到最多的就是 Can I take your order， 他们自己也不会讲 May I，然后通常我们讲话大家都是 Can I 开头，你也不会听到 Could I, Would you， 什么都不会，是大家就是 Can I, Can you 这样。然后我自己觉得那个观感不好，是因为有一点像他们当地人可能会觉得他们习惯这样子的对话，可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台湾人，我在台湾对店员点餐的时候，是店员可能走过来说你准备好要点餐了吗？我可以点你的餐吗？那我就跟他说卤肉饭、肉酱面牛排，这一定也感觉超没礼貌吧？还好吧，是吧？台湾这样点餐应该 OK 吧？我觉得看态度欸，就是如果你是直接这样子，我觉得是有一点没礼貌的。哦，对啊，态度。但如果你是面带微笑说卤肉饭，然后豆浆什么东西的，就还好。我个人在国外是没这个感觉，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常常待在种族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都会觉得大家会宽容因为我的长相而先预设我如果讲出一些话，大概率是因为我不是母语人士，我觉得他们会有这个印象。陌生人的话他们当然不会讲，他们都还是很客气，因为你是外国人嘛。但我指的是我的熟人会这样跟我讲。而且尤其如果你今天是商用的话，常常有人说我在谈商务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凶，但我就是直话直说啊。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跟美国人哈，美国人其实讲话很不直接。是吗？就他就是如果这东西他觉得不 OK， 他不会直接讲这个不行。我觉得是欧美人他们的文化，他们从小到大是偏鼓励而不是批判，然后我们在学校里跟职场都是批判大于鼓励，有的时候你的东西超棒了，还是一定被刁得一文不值。对，可是在国外你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东西真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及格，可是老师永远都鼓励你，有一点文化问题，他们会觉得亚洲人讲话很伤人，尽管他们会很容易的说 yes 或 no， 可是他们都会觉得我们非常的批判，就不鼓励人家这样。是，这是真的，我们很少鼓励人。但就常常在什么今天讲可能乙方要提案，然后他们不喜欢，他们不会这样，他们不会直接 reject， 他们会说I think there's a better idea 或者什么东西的，就是就现在讲会鼓励，但鼓励到其他方向去。他们没有听懂言下之意吗？就是 I think there is a better idea， 你就可能从这个文化脉络里，我是个美国人，我就知道他就是在委婉的说我东西很烂这样。他们没有吗？没有，那个是我刚随便举的例子，他们其实在讲的时候是更委婉，所以有时候会听不出来。但是他们在问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直接讲这边的话这边可能不能，就是没有效果或干嘛的，然后就觉得我们很凶这样。我觉得这两件事好像是一个表达的问题，但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我认为啦，我在去念设计研究所之前，我可能也是一个大部分在这种台湾的形态下被养大的小孩，然后我去念设计研究所，一开始我有很努力的改掉一件事，就是你不要说别人的东西不好，你要找别人的提案当中的可能性，而不是先用你知道的知识去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就比方说，当有一个人说我想要做一个新的杯子，可是这个杯子它要没有握把，我又可以一根手指就拿得动它，你就不要先很抨击的说这在物理上行不通，这东西就是个垃圾，这怎么可能推得动？因为很多创新或者是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东西，它当初的发想都是大家觉得做不到很蠢，比方说 ATM 嘛，自动提款机，当初要做这件事的人也是被大家嘲讽说治安这么差，你把一个机器里面塞满钱，怎么可能不会被偷走找不到？但事实上因为它就是一个提款机，然后提款机也是有些安全措施跟录影机嘛，它被偷也是很容易抓，那又是银行的话很多保险跟很多规范，所以其实 ATM 出来的时候最意外的事情是没有人要去偷。然后它现在变成一个
后面改变世界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愚蠢的事都是大家以为是这样，可是其实它有可能有别的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讲到你刚刚那件事，你跟他说这里没有效果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点被训练成你要反过来说，我觉得这里的效果可以做得更好。是，这两件事是同一个描述，可是它的表态方面是给人家感觉不太一样的。没有错，但这样就是会很累，你要再绕一次。如果今天你的小孩数学考很烂，你会直接跟他说你数学很烂当然不会。没有，我只是模拟我都觉得我可能会不小心说出口就如果他小学的给我考15分的话，是不是会忍不住说？对，我可以保证我绝对不会这样。大家现在看不到那个画面，但是我手是举起来发誓的我自认为我会是一个好爸爸。你这一幕我要录起来，然后放到我的精选，自己的私人精选。你以后哪天生小孩，如果你妈小孩成绩不好，我要贴给他说你爸当初是有发这个誓的，你拿这个去点爆他拜托，我连同事或者是干嘛的，就是我从来没有生过气，怎么可能会对小孩生气呢？虽然我知道小孩会更皮一点。但有好奇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跟长辈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但就你自己的经验啊，你觉得如果是像你这样子的长辈，通常小孩子会更反感跟你讨论东西，因为你太认真，还是他会更乐于接受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像被责备？我跟小孩相处的机会没那么多，但基本上都是蛮乐意跟我讨论，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小孩子很多就是 Gen Z 或更年轻的，然后其实他们也会有比较好的批判跟比较独立吧，独立思考，就即便我给一些比较直接的意见，他们也都不会认为这是对人格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好的。然后我这个人又比较务实，像我有个堂弟，他想要做那个 influencer， 他也会喜欢跟我讨论这样，而且他跟我讨论这些东西他也比较没有压力，因为我会基于 how 而不是 why， 就我们要怎么把它做起来，不太像是以前长辈可能会说这个东西就不赚钱，或者这个东西就是不正经干嘛你不会昂啦，你谁种你不会昂啦。对啊，不会昂啦，对啊。我在想这件事有个差别是亲近的程度不一样，因为所谓这个古语有句话说孩子要易子而教，因为当他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讲什么他都觉得很烦说不定你小孩会觉得你很烦然后他就是说我要去找 Anna 阿姨， Anna 阿姨最懂我，然后殊不知 Anna 阿姨如果有小孩他也会说我要去找 Diego 叔叔，他都不会 judge 我的数学烂五口令。对，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比较善待别人的小孩，不会说你很笨说不出口。这个是绝对不会从我身上说出口，我再度举手发誓。好，我们要一起有个誓约，就是不管是自己的小孩还是别人的小孩，不可以对这个未成年小孩随便的说他笨不行，我觉得成年也不能说别人笨。是啦，可是成年人可能那个你知道有一些人欠骂欠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小铃铛，或是点击资讯栏连结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哦。